其林的餐厅打分的标准呢是，东西好吃是最不重要的。哇，打一下钱好吧？如果不够吃呢，我们再帮你加。菜单上没有吃过的菜。所以是饭量比较大的人反而可以召唤出隐藏菜单之间。对。你们有听说过吗？每位厨师都有一张普通客人看不到的菜单，只有足够了解他的食客，才能召唤出隐藏菜单，品尝到一般人无缘得见的美食。那事实真的如此吗？今天我们一探究竟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曼达，欢迎收看隐藏菜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lan Yu。那我今天客人来这吃饭呢，我们也会第一个就是上面包，然后小吃。我们会培训经理啊、服务人说啊，你们的面包可以少吃点，因为接下来有10道菜，还有甜点，对，就是这个量蛮大的。有时候我会去拍一些餐厅啊，很多观众就会说看起来菜的量太少，吃不饱。就你有遇到过这样的客人吗？西餐比较精致嘛，因为一套菜下来最少是9到10道，甚至12道菜。你每一道就是2口的话，那你10几道下来，其实加起来蛮多口的，对。但也有些那个饭量特别大。如果不够吃呢，我们再帮你加一道菜，就是菜单上没有吃过的菜，不会重复的东西。所以是饭量比较大的人反而可以召唤出隐藏菜单之间。那我觉得我亏了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去餐厅里，有时候因为吃不够，那下次我也试一试。对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做这个龙虾卷，就是那个拉出啦，独一无二。但是可能今天是因为这个拍摄这个地方呢，变成了一个类似像加强版，就是在家也可以做出来的。对。好，那走吧。走吧。对我这说话有什么感觉吗？挺好的，挺宽敞的，就是有点热。我会站在这里帮你打下手，然后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帮你做的，可以使唤我。好啊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你们那个葡萄汁。对，然后让它浓缩一点。它浓缩之后呢，因为是那个红色的嘛，就挺漂亮的。可以再点缀那个盘子。我们等那个水烧开呢，确定一下这个龙虾是活龙虾，然后这个龙虾今天是挺新鲜的哈，挺大的。因为我是美国长大的，我对这个龙虾会比较熟悉一点。包圣龙虾有些人就说叫那个包圣 lobster，然后呢，在美国纽约也是东岸那个叫 Maine， 它也是出那个包圣龙虾的，就是类似的龙虾，只不过它不在同一个区域，就不同的海域对长大的。这个龙虾它是从那个龙虾苗那么小一根，它到1磅也大概就是1斤还不到，需要7年时间。然后7年时间，因为它以后长大之后呢，它能就攻击其他的一些海洋里面的生物，所以它就能吃到很多东西。所以从1斤以后呢，它就是长得会比较快了。那你可以根据它的体型猜它大概几岁吗？这个等我问他一下哈。这个差不多，我觉得大概有7、8年吧，最少。好了，我们这个水开了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在处理这个龙虾哈。先是呢，我把它砍死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所谓的放尿。对，让它没有那么的腥味。要把这个钳子拿下来。如果是活生生的把它这样插给它，就是觉得有点太残忍了。是。对。然后我们把这个插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刚好就这样敲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这个放上去，大概差不多是3分钟这个样子。这个其实很多人说这个是那个所谓的龙虾的尿，其实是它的血。龙虾的血是白色的，所以它会凝固，过一会它就凝固起来了，它有点像那个饺子一样的现在。对，我们浸在水里面，然后这样的话让它冷却下来，它的肉就不会老。像我们餐厅里呢，就是说这个尾部拿来用，这个头部敲开之后呢，它一般有些那个 core 就是那些龙虾的籽，那我们可以把它煮熟，把它煮熟之后呢，把它捞出来，我们把它剁碎。红色的一颗一颗的。对。那我帮你切干葱。可以。干葱粒，然后我来切水瓜柳。好的。水瓜柳是一个大家不太熟悉的食材。水瓜柳它是什么蔷薇科的植物？它其实是花蕾，就是花，在生的时候实际上是不能吃的，就特别涩，然后一点的没有味道，所以你基本上吃不下去。那经过这个醋还有盐分来腌制，就像我们中国的那个泡椒一样，它导致它就是特别酸性，就比较开胃嘛。一般的配海鲜比较多。它这个一般上长在西班牙、意大利的那种靠沿海区的地方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，因为它很多时候它可以去腻。其实味道很像那个酸黄瓜，对吧？非常像，
然后这个稍微切碎一点点就可以了。你要怕太咸的话呢，就是可以在水上冲一下，洗一下，去掉一部分盐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就还好了，因为很多做菜的时候你要放盐嘛，加上这个呢，它就是还有点酸，对，有点酸又有咸，所以会导致你这个菜更有风味。这样，好，这个龙虾好了之后呢，不要东西那个拉掉切掉，然后这个龙虾我把这里稍微切掉一点点这个肚子这个部位，等一下吃的时候方便点把它掏出来。那它的壳还是保留，对吧？对，壳保留，它第一就是可以保护它的形状嘛，再一个呢就是煎的时候不会煎老。好，那这个龙虾我会就是大概切3份，你要把它这样切下去，它的肉还是生的，对吧？就中间还是这种半透明状的。好，然后这个前肢这个部位呢，其实肉最好吃的人说，除了尾巴还是这个部位。这个部位呢，我们叫 nagomi， 就是手指头的肉，它比较有弹性嘛，这样。对，靠近关节的部位。对。啊，我很喜欢吃美国的那个 lobster roll。啊 ，lobster roll， 对，我是那个美国那个东岸，就 East Coast， 就马里兰。然后你去那个美国，他们有那个什么那个 crab cake。啊，对。crab cake 就来自我们马里兰的。然后你这个钳子拉的时候呢，要尽量把这个中间这个部位拉出来。因为它这个骨头有的时候你不小心拉，它这个会断在里面，但这个里面就有个骨头了。对，我们拿出这个位置，然后可以。然后呢，这个位置呢，其实最好的是什么？是用那个去剪，它就会成型。龙虾也准备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开始来制作这道菜。还有你要切这个 parsley 末。好。对，有葱也要切一些这个。好的。对，然后这道菜呢本身就很简单，它烹饪的时间很短很快。这个就是看见我那个啊，它已经煮到浓稠了。对，它就是有点像蜂蜜一样了，就甜甜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它不够酸，那我就会放点柠檬下去，然后呢加点这个橄榄油，你把它调一下，可以放点那个胡椒粉啊，拿一点你们的海盐啊，你再试一下，这个味道完全就出来了。这个最高9胆，对不对？大概6胆就够了。好，趁这个锅还没有热，我可以加点这个盐、胡椒粉。锅是太热了，然后我们就加些黄油进去。有了这个黄油的时候，就是不要急着先放任何东西下去，先把它烧成那个焦焦的感觉，带肉的部位先放下去。有壳在外面保护，它就不会煎得特别老。对。好了，我们把这个部分煎一下，这个位置。这个下去就很快就可以起来了。对，然后我们把干葱放一下去，然后水八柳。好，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，放这个酸麻叶。哇！现在这个火焰它会一直烧，一直烧到这个酒精都挥发掉。对，这个时候就是尝一下，味道不够，然后再加点盐。有的时候呢，就放柠檬汁了。对，柠檬汁很重要，它需要足够的酸度。因为其实黄油的量蛮多的，就用那个柠檬汁平衡一下。对。这个是 parsley 和葱花。对，好了，这个就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把这个关火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就为了更漂亮一点，那我们会再加一点这个。这个从龙虾头以后取出来的那个籽。来一点橄榄油，就颜色更亮一点，一点点油。好，那我们找个盘子可以装盘了。好。对。所以这道菜它在餐厅里头是什么样的版本？餐厅里可能就是大概一坨这样，这一份。对，但是做法都是一样的。到最后呢，这个汁就是一定要把它完全的就是放进去，它的香度啊，包括它的味道都在这里。然后我们把那个芝麻菜呢，因为它有点苦苦的味道。对，芝麻菜它确实有一种那个坚果香气。对，然后有一点点苦苦的，就那种 peppery 那种感觉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在西餐里面，很多人都觉得啊，这个菜搭配这个是为了装饰，其实装饰也是有其中的一个道理。是。那其他呢，因为它不同的这些小香草啊，有它特别的一种味道。那就是同时你吃的时候呢，在你的味蕾里面，你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觉。来，做好了。这个钳子。等一下，我发现你怎么没有用这个？对，
发现这个盘子比较小。这已经是我这里最大的盘子了。但我们可以拿个勺子过来，我们可以点缀一下。它这个甜甜酸酸的，其实也很搭配这样。然后这个是那个 nago meat， 也可以试一下。因为它是活动的肉，对，会格外的有弹性，比较入味。这个位置呢就很特别，它就是基本上你看，轻轻的把它一拉就出来了，这个位置。它可以整块都出来。对。就吃的时候要把这些酱汁什么的都沾到，然后放一些香草。其实它大概是95分熟的感觉，所以它的那个肉的弹性是很好的，保留的。如果太熟的话，就比较很柴了。对，就很干。然后我刚刚看你摆盘的时候，其实很多人都说，米其林餐厅有时候菜卖那么贵，摆盘可能占一半。米其林要求很高，它就是说你东西好吃，然后你的摆盘，然后你的盘子的品牌，盘子的品牌都有关系啊。对。哇。然后呢，甚至这个盘子的温度，如果是这道菜是热的，你那个盘子一定是要热的。米其林的指南上海的部分之前刚刚公布嘛，我看网上蛮多争议的，你会关注这些吗？其实我做厨师那么多年，我一直因为就是说食物好不好吃，或者哪家餐厅好玩，其实这个是因人而异的，很难判断是谁对谁错。米其林的餐厅就是做的要精致，然后呢，它这个打分的这个标准呢是，东西好吃是最不重要的，东西好吃是最不重要的。它的是在于什么呢？细节，比方说你餐厅的那个装修很精致，它整个干净度啊，还有你的那个洗手间，它要求会很高。中国人呢，现在我觉得就是在大众点评其实是最靠谱的，包括我自己，就还是看大众点评比较多。大众点评打一下钱好吗？对，去吃的人就评了很多，因为我们本来中国就有这个平台那么多年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个人会去看，就是因为某种原因这个人不喜欢，就是会根据这个来推测这家店好不好吃，然后包括人去的多不多。因为你这个店开了那么久，生意那么好，那一定是东西绝对是新鲜嘛，因为它每天的食物的那个今天做好就卖掉这种，食材也会比较新鲜。对，你如果说你今天经过这个店，生意一直很好，一味难求，那我觉得一定会好吃。是，对啊，只要这个料理是你要的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。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